怎么会是他？谁呀？我也看着挺面熟的。应该还有一件浴衣啊。啊，在盥洗间的洗脸台上。全部带回去。是。据送餐的服务生讲，这2套餐具是死者生前用过的，死者生前有过明显的性行为。这是典型的情杀。不要轻易下结论。如果真是情杀的话，这2副餐具就解释不通。怎么解释不通？如果你们俩一起吃西餐，这2副餐具上都沾有你的口红，你说呢？方队，你可有点坏啊！我们怎么会那么肉麻呢？哎，怎么会肉麻呢？海娟，来看看，这2副餐具上都有相同的口红。男人不会擦口红吧？那他这副餐具的口红是哪儿来的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2人肯定是亲亲热热的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喂，所以2副餐具上才会有相同的口红印。哎，是有点肉麻。你才肉麻呢！既然他们亲密到这种程度，还能情杀吗？去总台查一下死者入住的时间，还有这个酒店的电子监控系统的录像。爸爸，啊，什么事儿，乖女儿？你上次答应带我去游乐园的。是啊，爸爸答应过。这次不会又骗人吧？嗨，爸爸不会忘。那就跟我上拉钩。行，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变。哎，来拿着。干嘛？钱呢？中午下班的时候啊，去菜市场买1袋米，完了卫生纸也用完了，另外给叔叔买1袋擦脸的宝宝霜啊。哎，你不能自己去买吗？我们单位今儿开局务会，科长以上干部都得参加，你能帮我参加吗？不就是个小科长吗？搞得跟政治局委员似的。你嘀咕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呀，我说我要上班了，时间紧。今儿上午你就3节辅导课，11点20就下班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早去早回啊。死者名叫香梦娜，等等，怎么这么耳熟？去年贵宾车队遇上的那件自杀案子，邢东浩的老婆。就是她。怎么会这么巧啊？死者香梦娜，32岁，家住临江路18号新城公寓11楼2号。其丈夫邢东浩于1年前坠楼自杀身亡。据酒店讲，死者是每月都会光顾几次的熟客，一般在星期天或节假日上午11点左右来酒店开房，到晚上才离开，从不过夜。每次都有一个年龄在35岁左右的男人与他分头前来，然后在房间里会合。酒店分析，肯定是幽会偷情。有那个男子的线索吗？该男子从未在酒店前台做过登记，行踪隐秘，无法查找。来，小姐洗衣服。你那情况怎么样？根据我们从酒店送餐部了解的情况，1020号房间的客人在下午3点钟左右订了2位客饭。按照酒店的规定，送餐的服务生在没有经过客人允许的情况下，不得擅自进入客人房间，只能将送餐车放在房间的门口。他发现死者的时间在晚上的8点钟左右，前后误差不超过5分钟。对这位服务生我们也做过了解了，没有任何作案嫌疑，可以排除。因为是5星级酒店，楼层实行无人化管理，所以没有人注意到1020号房间客人的出入情况。电子监控系统的录像带呢？这个说起来真是气人，那酒店保安部一开始推3推4，一会儿管钥匙的下班了，一会儿磁带又入库了，我逼急了他才说实话。10到14楼的系统线路坏了1星期了，一直都没修好。哎，他说
说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儿。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死者的钱物都在身，可以排除抢劫杀人。其次，据送餐的服务员讲，当时房门是虚掩着的，所以他才能进去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凶手作案后惊慌失措，仓促逃离。现场只发现3个人的指纹，除了服务生和死者外，第3个应该是那名男子的。门把手上的指纹呢？门把手上只有服务生的指纹。尸检报告也已经出来了。死者死因是被浴衣腰带勒住颈部窒息而死，未有其他外伤，也未检测出体内有其他毒药物，应该是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被害的。死亡时间推断为4月23日下午5点至7点之间。死者生前有性交，从体内检测出 AB 型的精子，就这些。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从现场勘查的情况看，我还是认为情杀的可能性极大，凶手很可能是与死者生前发生性关系的那个男子。昨天方队已经讲过了，你能解释这个吗？吃完饭后再发生争执也不是不可能嘛。一般来讲，饭后人的情绪是很稳定的。那也不一定嘛。吃饭时发生争吵，掀翻桌子的事儿不是常有吗？问题是房间没有打斗的痕迹，饭也吃得差不多了，餐车也被规规矩矩地推到房间外，所以我才说是吃完饭后气氛才变险恶的嘛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认为也大有可疑之处。为什么？同伴的浴衣被胡乱地卷放在盥洗间的洗脸台上，只有腰带被从盥洗间里拿出来当做杀人凶器，这不合常理。激烈争吵冲动杀人，凶手在失控的状态下，一般都是抓到什么就用什么做凶器，难道还要特意跑到盥洗间拿那条湿的腰带呢？如果腰带恰好就在他身边呢？浴衣和腰带应该拖在一起才对。如果腰带放在其他的地方，那腰带就不会是湿的。或许是凶手杀完人以后，脱下浴衣把它扔到盥洗间的洗脸台上呢？这种可能性也是会有的。但是，浴衣和浴衣腰带都是湿的，这大概是因为开错了淋浴开关，所以把浴衣给淋湿了。不会有人穿着湿浴衣上床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凶手杀人后才脱掉浴衣，这就表示他穿着湿浴衣上床的；而如果是杀人后才使用淋浴的，那么腰带不应该是湿的，因为它还缠在项目娜的脖子上。另外，你刚才提到过房门是虚掩的，证明凶手是惊慌失措、仓促逃离。既然是惊慌失措、仓促逃离，他能有闲心杀人之后舒舒服服洗个澡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假设这样的推理成立，凶手在杀人时并没有穿着淋湿的浴衣，应该是被害人穿着浴衣躺在床上毫无察觉，凶手穿着平常的衣服站在床外，手里已经悄悄拿着淋湿的腰带，伺机下手。这种状态不太适合那个神秘的男子。如果是争执不下冲动杀人，那两人就会有激烈的拉扯和搏斗。如果说是蓄谋杀人，凶手不会选择在他经常来的酒店。你的意思，凶手不是死者的男性同伴？我没下这样的判断。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，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都是有害无益的。死者的男性同伴还是最大的嫌疑人，但是从案发现场诸多细节分析，有许多矛盾的地方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凶手跟死者的关系非常近，甚至非同寻常，否则他不会赤身裸体，披件浴衣就和他同时相处。当务之急是
尽快找到最大嫌疑人，即死者的男性同伴，迅速查清死者的社会关系，筛选出有动机、没有不在现场证明的对象，逐一甄别，仔细调查死者的家庭及生活状况，从中寻找疑点。你看，一点气儿都没有了。师傅，麻烦您快点啊！请抽烟。哎，田园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吴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怎么了？修车啊？嗨，今天真是太倒霉了，后胎被扎了，一大早起来就百事不顺。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哦，买份报纸。哦，哎，急什么？要不上我那儿去坐坐，慢慢等。吴老板，你行啊，这全是你的。是啊。哎，服务员，给我老同学倒杯水。哎，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走。来，抽烟吧。谢谢啊。啊，客气什么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换上4个轮子的，那就省心了。听我说，咱们这波同学就除了你吴老板有希望，我就是2辈子都没戏。嗨，开个破网吧也算当老板。我是喜欢玩这个。网上什么都能看到，又快又多。哎，我刚才还看了一帖子呢，昨天晚上咱们这儿的那个帝豪大酒店，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被奸夫给杀了。啊？这报纸还没登，哎，网上帖子就出来了，你说快不快？哎，等，你刚才说帝豪大酒店？是啊。那现在帖子能看吗？哎，能看。那调出来给我看看。走。这不，你看，昨天傍晚，位于本市繁华地段的帝豪大酒店1020房间，一名少妇突然死亡，警方现场调查后，断定为他杀。据酒店员工透露，有一名30多岁的健壮男子当时和死者在一起，而且2人经常在本酒店开房间，幽会偷情。案发后，该男子去向不明，警方怀疑为情杀，已经将该男子列为头号嫌疑人，正在加紧搜捕。你被逮住了！你他妈找死啊！喂，我找田园。田园啊，他今天早上是按时出门的呀。啊，现在应该已经到学校了吧？什么？他早就出门了，他根本就没有来上课。现在家长们在闹事儿，都要投诉学校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啊，我没法跟他联系。谁来了？就是那个死者的男性同伴。啊？
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田园，职业？在青山文体学校教跆拳道。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？向木娜的儿子在学校学习跆拳道，我是他老师。你们这种关系有多长时间了？大概有半年了。怎么，警官同志，你们怀疑人是我杀的呀？你有重大嫌疑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我没有杀人，我不可能杀害向木娜。我跟向木娜相处得很好，我没道理杀她呀。我听到她被害，我简直无法相信。昨天我离开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她就……因为你害怕老师与自己学生的母亲有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会曝光，所以你想堵住她的嘴。你怎么会没有杀她的动机呢？不是我没有杀人。会不会是我离开之后有别的人进去了？那除了你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男人和死者有这样的关系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谢谢啊。不错，我们这儿是有个叫田园的人，他在我们这儿做专职教练快6年了。他人怎么样？工作嘛，田园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教练，敬业认真，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迟到过，学生们都很喜欢他。为人呢？为人嘛，平时说话不多，挺老实的，对人很和善，很热情。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愿把孩子交给他。怎么，田园出事了？他涉嫌和一桩谋杀案有关。你和死者一起在房间里用过餐？是的。订餐的时候是几点？大概是3点左右吧。餐车送饭进来的时候，大约是15分钟之后。什么时候将送餐车推出去的？我离开酒店，我就顺便把餐车推出去了。没有发现餐车上有耳环吗？没有。向梦娜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？向梦娜，名字挺熟，应该是这儿一个学生的家长。哦，明朗的母亲就叫向梦娜。能说说你们进餐的经过吗？我们是坐在床上用的餐，开始的时候是各吃各的，后来，对，他喂我，我喂他。浴衣脱在哪儿？我吃完饭之后就想洗个澡，结果把开关给弄错了，把浴衣弄湿了，就顺手把它放在换洗间的洗脸台上了。那腰带呢？应该跟浴衣放在一块儿吧。弄湿浴衣的时候是几点？大概因为是吃完饭之后，我想是4点左右吧。你是几点离开的房间？大约6点左右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因为我出酒店大门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手表，刚好是6点10分左右。有谁能证明你是在那个时间离开的？这个就难说了。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酒店一般情况下都很清静了。我记得从房间到电梯，电梯穿过大堂出大门，我几乎就没碰到什么人。对了，警官，我记得我走出大堂的时候，跟一个行李员碰在一起，而且我还记得帮他把掉在地上的行李捡起来了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。你仔细回忆一下，昨天下午6点10分左右，你正在接送入住旅客的行李，是不是和一位先生撞在了一起？那位先生还帮你捡过掉在地上的东西。哦，没错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有这么回事儿。哎呦，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不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好像就是照片上这位先生。你确定吗？没错，肯定是他。既然你已经走了，他为什么还要留在那儿？他说他想休息一下。我们每次都是这样，分别来分别走，他总是先到后走。出来的时候谁关的门？他当时还躺在床上呢，门是我关的。不会没关严吧？不会，因为我关上门之后，我特意确认了一下，绝对不会。这次你们见面，他有没有什么异常？这个我还真没感觉。
你们在一起时，他有没有打过电话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他打过一个电话，他是给西餐厅打了一个电话，订了2个座位。是为了和你一起吃饭吗？不是，他是约好了一位女士跟他一块儿进餐。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，他是不是约了一个男孩子跟他吃饭？他当时跟我说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。你记得那家西餐厅的名字吗？好像是叫月光的一个西餐厅。请你仔细回忆一下，昨天下午4点10分左右，是不是有一位女士打来订座电话，要求订一个2人的座位？就餐时间是晚上7点半。哦，我没印象，不过可以帮你问一下别的服务员。曹静，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，是不是有位女士打来电话，要求订一个2个人的座位？哦，对，那个电话是领班接的，定位牌还是他让我放桌上的。喏，就那个靠窗的卡3的座位。那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哟，这个就不知道了，你得问领班，但是他现在不在。你在饭店门口抬头看窗户的时候，确定房里的灯是关着的吗？肯定，因为我出去的时候啊，是我亲手关的灯，所以印象很深。你不会看错吧？万一他又把灯开了呢？不会，因为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就是10层楼最末尾的一间，我仔细看过，绝对不会错。你在家，我上楼洗个澡。怎么了你？在这哭？你怎么回事？啊？蒙娜死了，她在酒店被人杀死了。蒙娜死了？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晚上。我天！你刚才说在酒店客房，他去那儿干什么？听说是和一个男人在一起，猜测是情杀。我老天爷！你说昨天晚上不是咱俩吃饭的时间吗？别哭了。你去年就劝过他，他那个样子是非常危险的，他就是不听劝。我俩虽然闹翻了，可我们毕竟是16年的好朋友。我知道。警方赶紧破案吧，只要抓住凶手还好，抓不到凶手，你看吧，办事处又有麻烦了。跟办事处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，行动号的事儿好不容易才平息下来，刚1年吧，向蒙娜又死了，警方还是找不到凶手，肯定会把这2个人的事儿连到一块儿去分析，你等着瞧吧。我是行动号的妻子向梦娜，我找林婉。据警方调查，死者系自杀身亡，死者的身份为滨州市驻省城办事处副主任邢东浩。师傅，快点啊！来了！哎，先吃着啊！来，小陆过来帮忙。好。如果田爷说的是实话，
那就有了新的线索了，证明田园走后有第三者进入房间，并且那个人是死者的亲戚或者朋友，关系亲近的程度，死者可以光着身体穿件浴衣就把他迎到室内。因为6点钟田园离开房间的时候，是他亲手关的灯关的门，但在8点钟，第一位发现尸体的服务生进入房间时，房门虚掩，灯是开的。他们俩在外面租房的钥匙。方队，要不喝点啤酒啊？条例规定不准喝酒，你又忘了？哎，这是8小时以外，我们都下班了。刑警没有8小时内外一说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掐了，今晚没任务，少喝一点。哎，好，来一箱。啊，嘿，你还来劲了。老板娘，只许来2瓶啊，多来不付钱。虽然不能保证田安说的都是事实，但从他的交代和我们得到的证实，他好像没有撒谎。起码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杀害向梦娜的凶手。我还是觉得他的嫌疑最大。假定他就是凶手，他会在不到24小时就投案自首吗？完全有这个可能啊。人在情绪失控下杀了人，很快就会后怕后悔，或者良心发现。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。如果田园是凶手的话，现场的很多问题无法解释。也许这正是田园的狡猾所在，为了扰乱我们的视线而欲盖弥彰呢。你太低估我们的智商了吧？哎，起码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田园他不是杀人凶手啊。从田园这自首行为和他交代来看，他不像在撒谎。哎，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，田园每当提起被害人向梦娜的时候，他那个眼睛里流露出那种痛苦，我相信是真实的。一个人的眼睛是不会撒谎的。那我们怎么处理他？继续问，想要得到的任何问题，问完了让他回去。什么？让他回去？留着他，我们得不到任何新的有价值的线索；放了他，并不等于我们就彻底排除了他的嫌疑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不就什么线索都断了吗？向梦娜的社会关系及家庭情况，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啊。据田园交代，死者死前曾约人共进晚餐。那这个女人跟他是什么关系？跟此案有没有联系呢？类似的问题，是我们眼下要调查的重点。他如何修补好这残破的天空呢？他首先在大江大河里面挑选了许多五颜六色的石子，支起了一口大锅，还架上了一大堆火，把这些石子融成浆糊状的液体。他把这些沸腾的液体就填补在天空的缺口上，不知道烧了多少天的火，炼了多少石子。虽然累得已经腰酸背痛了，但他从不停歇。校长，终于天补好了。有事儿吗？有2位警察找您。如果感兴趣呢，可以多多他们在哪儿？在您办公室。收集这样的一些神话邢明朗还没有来上课。他妈妈。我知道了。你抽时间去他家里看看，代表学校慰问一下他的家人。我今天就去。你就是叶校长。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关于向梦娜的事。我看过报道了，请坐吧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直截了当吧。你跟他很熟吗？
我和他从小就是同学，两个人很要好。她以前的丈夫和我丈夫又是同事。太巧了。你指什么？你和死者从小就是同学，而死者1年前自杀身亡的丈夫又是你丈夫的同事。夫妻两个在1年的时间内，一个自杀，一个被杀，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吗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生活本身就是由许多巧合构成的。想问什么？你和死者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？1年前。你们不是很好的朋友吗？好朋友1年都不见一次面。1年前我们吵了架，从此就不来往了。为什么事情吵架？也许是她丈夫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，她变得非常神经质，语言行为十分不可理喻。我好心劝她，可能语言上有些过激，她就跟我翻脸了。以前你经常和死者一起去一家名叫月光的西餐厅吗？1年前的事我记不太清了，而且我从来不吃西餐。那4月23号下午5点到7点之间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，怀疑我？这是例行调查，每一个和死者有关的人，我们都会问到类似的问题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4月23号下午5点到7点，让我想想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4月23号下午我是6点钟离开学校的。当时下楼的时候，我正好碰到了语文教研组的林兰老师。我问她怎么还没有下班，当时她还看过手表。离开学校以后呢？那天正好是我丈夫的一个朋友和他太太刚从香港回来，我们约好了晚上7点钟在凌云阁酒楼吃饭。我是打的去的，路上有点堵，到那儿刚好7点。进来。叶校长，有2个学生打架，有个人头给打破了。怎么样？去医院了吗？刚送去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好。一会儿我还得上课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叶校长还要亲自上课，我还兼着6年级的思想品德课呢。搞行政也不能把业务给丢了。以你对向梦娜的了解，你认为她的死因是什么？会是什么人干的？报纸上不是说是情杀吗？那只是媒体的猜测。我刚才说了，虽然我和向梦娜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关系不错，其实我们2个完全就是2种性格的人。她性格外向，争强好胜，虚荣心很强，尤其是她的生活圈子和生活方式跟我完全不一样。特别是这1年来，她都跟一些什么人来往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，我实在不太清楚。向梦娜在外面有情人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过一个单身女人又带着孩子，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。我要上课了，我们边走边说。顺便问一下，你丈夫那位朋友和他太太是干什么的？叫什么名字？男的叫党同，是香港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；女的叫季雨柔，是低阶时装公司的总经理。啊，那好吧，今天就到这儿。如果叶校长想起了什么与死者有关的事情，请与我们联系。这上面有我的电话。那我就不送你们了。
田园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可以回家了。这次全国服装协会在我市举办国际服装周，对我们低阶品牌打入欧美市场是个绝好的机会。香港集团公司那边，我们已经邀请了国外时装界的权威，国内各省市的经销商要在会上和我们正式签约。国内外的媒体呢，已经开始了宣传和报道。策划部的文案我已经看过了，很不满意。这并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服装发布会，这是低阶品牌盛大的节日。我跟董事长已经商量过了，除了已经安排的展台布置、模特精英大赛、时尚研讨会、广告宣传，原定的服装发布会改为大型庆典晚会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请问一下你们经理办公室在哪？请跟我来。32楼，一定要做到大手笔、大气势，要让 DJ 品牌在本次国际服装周力压群雄，独领风骚。我知道了。好，大家想一想，这台戏该怎么唱？方队，你看人家这办公室多气派啊！我们那个办公室可够寒碜的啊！哎，你看你啊，坐在这椅子上，感觉都变了吧？小野，嗯，我在想，我们应该成立个刑侦集团有限公司，局长任董事长，我来做总经理，封你做个业务部经理。那白军呢？臭小子，一天到晚喜欢咋咋呼呼的，就封他做一个企划部经理。对，搞得好啊！我们还能上市。对呀，全世界的股市上还没有刑侦这个板块呢。好，这个话很好。对不起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季小姐，我们见过面。您是？季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！1年前为滨州大厦的事儿，我们曾经找过你，了解过情况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您是方队长。您好，您好。你好，请坐。说吧，今天又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是这样，4月23号晚上，季小姐和谁在一起吃饭？那天我刚和我先生从香港回来，晚上就跟滨州驻省办事处的杜主任夫妇一块吃了饭。这是事先约好的，杜主任要给我们夫妻俩接风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凌云阁酒楼。几点钟？从7点钟一直吃到9点半。就你们4个人吗？没错，一直是我们4个人。有一个叫香木娜的女人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方队长，这次又遇上了什么案子？怎么又牵扯到了我呢？可能是缘分吧。缘分？滚！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出去！滚出去！你听我说，老婆，你听我，老婆，别回来！哎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呀！你没爸爸，他死了！我闭嘴！我闭嘴！我打死你！我让你要！我让你要！我让你要！反复！给我闭嘴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
老婆够厉害的呀。活该，都这小子自找的。欢迎光临，小姐，需要什么？这是今天到的钦差香水百合。给我来一束百合吧。请问您是送朋友还是买回家呢？送给一位死去的朋友。您请稍等，我马上帮您包好。还不快滚！还等着我喊人收拾你吗？新来的，你叫什么？叶子。我叫夏木娜。以后叫我孟娜就行，往后跟着我，人敢欺负你。抽烟吗？起来吧，看你一身脏的。你在家怎么不开灯？今天警察到我办公室里来了，为了夏梦娜的事儿。他们也来学校找过我了。他们问你什么？说是例行检查，问我4月23号跟什么人在一起，干了些什么，还问了问我和夏梦娜的关系怎么样。他们也是这么问的我。幸亏那天我们俩和党同夫妇在一起吃饭，否则真说不清了。你看我说过什么来？警察要是抓不到凶手，肯定会把这2个人的死连到一块儿去分析。心中无冷病，不怕夜敲门。想想夏梦娜也真是一个妇道人家，谁会杀她呀？我也想不通，虽然孟娜做事大胆，可也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呀。两口子生前惹是生非，这下好了。静静。哎，怎么说话的呀？对不起，我没别的意思。再怎么说，夏梦娜也是你朋友。今天
明朗又没来上学，孩子还这么小，你说他今后怎么办啊？谁叫他起床？谁接他放学？谁给他买新衣服，带他去吃炸鸡？谁给他父爱？谁又给他母爱？一想到这里，我心里面就特难受。德仁，我们把孩子接到家里来住段时间，你说好不好？这想法欠考虑吧。这孩子不是还有他爷爷奶奶吗？可他现在需要的是父爱和母爱。你以为这孩子才2、3岁啊？他都上小学了，他有自己的思想。咱们俩对他再好，也代替不了他父母。你就是把他接到咱们家里来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可不管从感情上还是从道义上，我们总得为明朗做点什么吧，总不至于无动于衷，让他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是不一定非要把这孩子接到咱们家来。我看这样好不好？给这孩子的爷爷奶奶商量一下，由我们出钱把这孩子抚养大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样不妥吧？会不会太直接了？二老接受不了。这就看咱俩的了。再说了，2位老人的退休金能有多少呢？他们2个生前大手大脚的，也不会留多少钱给这孩子。咱们这样做是为了孩子的前程着想，他们父母不会不答应。就这几天，给二老做做工作，好吗？行，先这样吧。王队，我们对死者身边的社会关系一一进行了排查，暂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案发现场位于繁华的市中心，会不会有流窜案犯突发性犯罪的可能？不可能！你想啊，死者在酒店客房幽会，能穿着浴衣让第三者进入他的房间，证明他们俩的关系非同寻常。回来了，方队。哎，那情况怎么样？田园刚一回家就被他老婆给赶了出来，只好自己在松林小区租了套房子住下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去一趟月光西餐厅。被害人遇害的当晚约定要见的人，绝对不能忽视。晚上7点，被害人的尸体还没有被发现。与被害人约好要吃饭的人，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，一定会在餐厅等候的。你们俩想办法找到他，也许他会提供一点线索。什么都不用解释了。你给学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搞得学校名声扫地。我已经通知了财务室，你上那儿结账去吧。谢谢。明朗，明朗，教练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奶奶在办公室。奶奶说，妈妈是因为和教练在一起才死掉的。朗朗。大人的事情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明白。教练今天主要跟你说，从此之后，教练不在这儿工作了。我也不会来这儿了。今天奶奶就是带我来退学的。记着，今后无论是到哪儿，都要好好练习。再见。再见。
光临。这几款项链是我们新上市的，特别适合你这样端庄大方的职业女性。不用了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配这个吊坠的项链啊？我们这里的项链都可以配啊。不是，我想要原配项链。原配，组长。这位小姐想要这个坠子的原配项链。这款钻坠是定制的，你看这上面还标有刻记呢。我知道，是 D&J。这款项链不是我们的产品。那在哪儿能买到呢？这可说不清楚了。不过它的做工很精细，品味也很高，一般的店都做不出来的。你为什么一定要选这款项链呢？我们这儿都不错啊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4月23号是你当班吗？是我当班。请你仔细回忆一下，当天下午4点多钟，是不是一位姓向的女士打来订座电话，预定了当晚7点半就餐的2个座位？对，订座电话是我接的，是我让服务员把订座牌放到7号桌上去的。你肯定没有记错。肯定没有，因为后来订座电话又取消了。取消了？你没记错吧？不会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是向女士本人取消的吗？不是，是一位自称向女士朋友的女士，在7点钟左右打来电话取消的。我记得她当时在电话里说，向女士订的座位，因为她那边有事来不了了，跟向女士联系不上，所以请我们见到向女士时代为解释一下。这怎么叫取消订座？她来不了，向女士还会来呀？就是因为电话不是向女士本人打来的，订座仍然保留着。那后来有人来过吗？一直没有。你还记得电话里那个女士的声音吗？因为是电话里的声音，所以是头一次听到的声音吗？我觉得很像是和向女士一起来过几次那位女士的声音，不过不能肯定。向女士经常来这儿吗？听你话里的意思，她好像来过几次。是来过几次。那和她一起来的也总是同一个人吗？是的，总是同一个女人。向女士有没有跟男人一起来过？有的，和男人也来过2、3次，都是同一个人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为什么要取消约会呢？我想，至少有2种可能：一种是这个女人真的当时突然有急事儿；第2种可能就是她已经知道向木娜遇害了。当晚约会的对象被杀，她一定很吃惊吧？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啊。按西餐厅领班的说法，打电话取消订座这个神秘女人，应该跟死者的关系非常亲密。可好朋友遇害好几天了，她为什么不肯出面提供一些当时的情况呢？是不是有什么隐私不愿意暴露呢？也许她觉得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并且害怕我们找她麻烦，所以选择保持沉默。哎呀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？请问是杜主任吗？怎么称呼你？我叫魏民，是《每日晨报》的记者，有几个问题我想问问你。这算是采访吗？就算是吧。对不起，我现在下班了，要是想采访，明天早上到我办公室。1年前邢东浩自杀了，1年后他的妻子向木娜又被害了，这是不是也太巧了？杜主任，请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想调查事实的真相。你找错人了。向木娜死的是不是也太蹊跷了？假如她的被害和邢东浩的自杀有关，再假如邢东浩的自杀和工程招标有关，得出的结论会是什么呢？一场阴谋。请你尊重职业道德，记者不是靠假如来哗众取宠的。杜主任真的认为我的话是子虚乌有？我看你有假公济私的嫌疑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
邢东浩和你老婆林婉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这才是你调查的真正原因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呀？好端端的一个家，说没了就没了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2次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哎呀，这都是做了什么孽呀？奶奶，事情不出都已经出了，您老千万要放宽心啊！儿子媳妇都没了，叫我怎么放宽心呢？叶子，你和孟娜是好朋友，你实话对我说，他们俩是不是在外边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？奶奶，您千万别瞎想，他们什么都没干。这2个没良心的，他们倒好，一撒手，连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，剩下我们老2口，还留下个孩子，叫我们今后怎么过呀？奶奶，我今天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事儿来的。我和孟娜的关系，您老也知道，孟娜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和老杜商量过了，今后抚养明朗的一切费用，都由我们来承担。不行，不行，这怎么行呢？怎么不行啊，奶奶？我们至今都还没有孩子，就让明朗当我们的干儿子。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，这人情实在太大了，我们老2口今后没法还。您看您这么说，就太把我当外人了。什么人情不人情的，我们不要你还。叶子，孟娜有你这么个好朋友，这是她的造化呀。奶奶，是我欠孟娜的。孩子没死，那孩子没死，他还活着。你怎么到这儿来？想躲，躲得过初一，你还能躲过15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躲，是你姐把我赶出来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跟她分开一段时间，让她冷静冷静。你还有脸提我姐？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我专门来为我姐出这口气的。你对我啊？别以为你是跆拳道的教练，我就不敢打你。是我的错。我已经向你姐道歉了。有句话我必须跟你说，这件事儿是我跟你姐之间的事情，你就没必要。你少废话，你要算个爷们儿就来吧。你来吧。来，再打吧。这一拳为了我姐，这一脚为我侄女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呀！要还手呀！干什么？住手！你还手啊你！住手！你是谁？我们是警察。警察就能管家务事吗？你喊什么喊啊？警官，把他放了吧，他是我小舅子。听见没有？这种人打死活该。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，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。
欢迎光临，请随便看一下。这些春装都是今年的最新款式，我自己随便看看吧。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？我刚好路过，顺便进来看看。你现在可是大忙人了。国际时装周马上就要开幕了，DJ 品牌也要举行盛大的周年庆典，全国连锁店也要开张，所以最近我确实很忙，到时候还要请杜太太多多来捧场。我可是外行。杜太太客气了。怎么样，杜太太是来买衣服吗？你忘了？那天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们都说我的衣服不合潮流，太古板了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请教你这个专家，看看你们店里有哪套衣服我合适的。照我看每一套都不合适杜太太。怎么，这些衣服不都是你亲手设计的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像杜太太这样有身份的人，衣着一定要有品味，所以我打算为您量身定做。现在？是啊，杜太太有时间吗？时间是有的，我只是怕耽误你了。杜太太不用客气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每一位从 DJ 专卖店走出去的顾客都能光彩照人，更何况像杜太太这样有魅力的女人。你是在笑话我吧？杜太太不要客气，请跟我来。不好意思，杜太太，我接个电话。没关系，你先忙，我随便看看。喂，雨柔啊，在干嘛呢？正在接待一位顾客，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怎么样？你那位老头呢？又把你扔下回香港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挂电话了啊。杜太太，稍等一会儿啊。喂，你刚才说谁？杜太太。叶子，她去你那儿干嘛？还能干什么？买衣服呀。好了，我挂电话了，再见。喂，于肉。杜太太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的。我也接个电话。没关系，你接你的电话，我来帮你量。喂，德仁。在学校呢？没有，我没在学校呢。我现在在DJ专卖店，季小姐在为我量身定做衣服呢。晚上回来吃饭吗？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晚上我有应酬，你别等我吃饭了。好的好的，再见。是我老公德仁，他为你好啊？是吗？也替我问他好。哪天有时间，我也替他量身定做一套。季小姐还记得向梦娜吗？不认识。对对对，你们好像没见过。她可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是吗？那她一定跟杜太太一样，是个有魅力的女人。她死了，尸体是在帝豪大酒店1020房间被发现的。警
方怀疑是他杀。天啊，太可怕，太不幸了。是啊，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，说没了就没了。那现在有线索了吗？现在还没有，但我相信线索一定会有的。真是红颜薄命，真希望警察早日找到凶手。换锁了。换锁了也不通知我一声，真想把我关到门外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是我什么人？我是你什么人？你说呢？别忘了，我是有夫之妇。有夫之妇怎么了？有夫之妇，我就不能来看你了。我对你说过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不能把我们分开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们还是能在一起。我对你还是一如既往。一如既往，你不觉得现在说这几个字太虚伪了吗？现在怎么了？现在不是挺好吗？我们俩不是还是能在一起吗？人是可以在一起，可是心呢，还能在一起吗？行了，玉柔，我们俩好长时间没有单独在一起了，不要再吵架了，行吗？那你要我怎样对你？对你笑吗？对你一如既往？那当然。我做不到了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当真了？把那个老爷爷，把那个老头当自己的丈夫了？他不叫老头，他叫党同，他是我的合法丈夫。当初是你非把我推到他怀里去的。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我非把你推到他怀里啊？当初我把党同介绍给你认识，就是为了给你融资的。他出钱，你当老板，就这么简单。谁知道你会投怀送抱啊？你无耻！我跟了你6年，我等到的是什么？是1年比1年多的皱纹，是无法兑现的承诺。我今年都31了，
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说实话，我跟党同之间也谈不上真正的爱情，但至少他能够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，能够给我一个名正言顺的丈夫，能够给我安全感，能够让我下半辈子不再感到孤独。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。这个话题我们早就讨论过了，我也给你明说了，我能给你的只有我对你的爱，但我绝对不能动摇我的家庭，不能伤害叶子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我们俩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是因为你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你是心甘情愿的，对吧？那你怎么今天又这么说了呢？没错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。我以为时间能够改变这一切，我以为我的爱最终能够把你感动。可是1年前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在你心里，乌纱帽比妻子重要，官场比家庭更重要，而妻子和家庭又比我重要。当我正视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危机和恐惧，从来没有的危机和恐惧。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切。雨柔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？我厌倦了，我早就厌倦了官场这种尔虞我诈的生活。能离婚，我早就离婚了，我不能那么做。女人看重情感，男人看重责任。不管这个男人愿意不愿意，他都要负起这方面的责任。你们已婚男人怎么都这样？追求外遇的时候讲感情，搪塞女人的时候讲责任。如果你要跟我讲责任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从我嫁给党同那天起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变了。变了，变成什么样了？那我也要负起做妻子的责任吧。你真的想就这么结束咱们俩之间的关系？我不想伤你的心。以后，如果你想要，还可以来找我。可是，我们不会再有以前那种激情了。两个人的心，一旦有了裂痕，还能补上吗？你先去洗个澡。钥匙在下面的抽屉里，你自己拿吧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我得跟你说。报社有个叫魏明的记者，前几天突然来找我，他怀疑向梦娜和邢东浩的死跟中标的事有关系，也提到了你。我知道该怎么说。事情过去了这么久，再说我们又没有中标。有件事我想确定一下。你有没有向华美公司的人说起过你和我之间的关系？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走了。田园先生吗？你好，我是《每日晨报》的记者魏民。你打错了。
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打错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你打错了，你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待会儿。先生，你要的酒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美女啊，过来陪哥几个喝两杯啊！喝酒可以啊，但我有条件。哎，说，随便什么条件，随便说。买我的酒。可我们这儿已经要了酒了。是啊。你们这么多人喝这么点酒算什么？况且本小姐从来不喝其他牌子的酒。那我要是买了这酒，你怎么个喝法？是啊，我们要是要你的酒，你怎么喝呀？啊，半打1瓶，1打2瓶，一口干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说的啊。开单，3打。说话算数。说话算数。7号桌开单，3打。哎，服务员，给他拿个杯子。不用。这酒呢，我已经买了6瓶酒，一口气喝。把剩下的放冰桶里，多加点冰。好。接着，第2瓶了。好。哎呀，真是女中豪杰啊！第3瓶。好。第4瓶。喝啊！第4瓶了。第5瓶了。小姐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关你什么事？我们兄弟几个花钱找乐，这位小姐都同意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放开手，找美女什么事？哎，小姐，你真的听我的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你谁呀？听见没有？这位小姐说什么啊？你是谁呀？英雄救美啊！轮得着你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。喝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流氓！耍什么流氓啊？小姐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。爽快！哎呀，好。 3打喝完不够，再叫我。好。小姐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耍流氓啊！小子，耍流氓啊！干嘛？你小子欠揍啊？看什么看？就是啊。哥几个想打架，我在门口等着你们，你们哥仨一块上。找残废呢？上！打！够了！这！